你们好，这是我的频道 Zenobia's Life Show。今天由我海塔带你走进上帝的水族箱——帛琉共和国。帛琉又称为帕劳，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屿国家，由约340座岛屿组成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被海关扣了很多烟税的我，晚餐又喷了台币快3000元。帛琉的第一碗有点 emo， 分量太多，不适合2个人吃。入住贝尔曼酒店，3个晚上海景豪华双床房，台币约2万元。有阳台，每天提供1人1瓶水，附3天的自助餐早餐。浴室没有浴缸，没有干湿分离，但是空间足够，展开2个行李箱没问题。附近走3分钟有超市，离老爷酒店也很近。重要的是它的阳台，可以让我晒湿掉的潜水衣。这家是附近算便宜的。第二天的早餐，种类没有到非常多，但最基本的蛋、吐司都有，大部分都是中式的菜品。呜呼，准备出海啦！这个蓝天白云，把我的 emo 都带走啦。听听这个乘风破浪的声音，看看这个美景，看看这个海。哈，心情真好。先认真的涂防晒，防晒还是建议直接在当地买。携带以上成分的防晒，海关会直接没收，也可能面临罚款。我订的是当地的旅行社。今天的行程是西线浮潜，这是第一个潜点。2战沉船遗址，被珊瑚占领的船。喜欢阳光洒进海里的感觉，暖暖的，波光粼粼的，令人身心愉悦。悠哉悠哉地欣赏美景，有穿着防晒丝袜，一点都不怕晒，坐在船上也一点都不冷。前往下一个地点，超级无敌美的德国水道，海很清澈，这就是玻璃海吗？简直人间仙境。在一个很美的无人岛吃午餐，缓一下体力。这里的厕所，怎么说，很野生，虫就在我面前跟我大眼瞪小眼。在出发时经过了可爱的金鱼岛，导游给了一点面包喂鱼，但这鱼咬人也太痛了吧，把我整得都有阴影了。看见了帛琉的国宝鱼苏梅鱼，天然礁石形成的情人桥。接着来到七彩珊瑚区，再一次被美景震撼到，每种颜色的珊瑚我都有看到，也是又开了一次眼界。导游带我看了不认识的海星，好像是馒头海星。晚餐选择 FC 海鲜餐厅，这家要大大的推荐。我连续2天的选择，户外景色也非常漂亮，价格合理，拍照好看。点了一份砗磲贝脆脆的，还有当地才有的红树林蟹，令人心痛的3美元椰子水。阳光明媚的第3天，好想大吼一声。今天的行程东线浮潜，抵达牛奶湖，天然的美白 SPA 圣地，底下有万年火山灰，抹多点听说对皮肤很好。今天是被鱼儿们包围的一天，各式各样5颜6色的珊瑚，所以是天上的鸟自由呢，还是海里的鱼自由呢？这个嘴巴尖尖的鱼叫什么呢？在海里静静的与水母共舞，是帛琉才有的专属浪漫。我从没这么近与它们相处过，虽然是我来打搅它，但它还是治愈了我。肚子饿啦，来去无人岛吃饭，不用任何滤镜，就能拍到最美的风景。哎呀，今天是吃烤肉，游泳真的很耗体力，差点没把我饿死。粉红色的海螺，这个应该是帛琉特有的银种鸟。话说，帛琉的鸡都会飞，有够神奇。找到一只寄居蟹，令人印象深刻的美景。吃饱饭来见识一下阿族等级的百年砗磲贝。再来就是我最期待的行程——鲨鱼城。迫不及待地跳进海里，跟漂亮宝贝们贴贴。人生清单又完成了一项，导游给我们吃他自制的槟榔，跟台湾的差不多，但绝不动还扎嘴。这里的夕阳也好美呀。晚餐跟昨天一样的地方，穷鬼点了一碗炒饭，还有一个红树林蛤蜊蒸蛋。第4天的行程是探索石前岛。雅浦岛的石前
被视为最早的去中心化货币，是颗充满历史的漂亮石头。滑 SUP 的一天是个体力活，这个无人岛只有2只狗狗生存，狗狗饿了就吃椰子，牙齿真好，啃得咔嘣脆。第一次看到狗吃椰子，也是开了眼界。这里以前有人住过，但都搬走了，现在就是个废墟。还好现在是白天，不然我可不敢一个人待在这。看看那个孤零零的马桶，坐在秋千上惬意地感受美景。今天又是值得纪念的一天，走了一段超级崎岖的路，非常湿滑，穿着拖鞋差点摔死，就为了这棵树。看看这个地方，让我想起童话故事《绿野仙踪》。又到了补充热量的时刻，配上导游辛苦戳的椰子，这小日子美哉美哉。就是味道有点不太一样，果肉也超级硬，好难啃。饱餐一顿后，优雅地划着独木舟，到了一处绝美的洞穴浮潜，赞叹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从里往外看，好像一幅画呀，海水清澈的不像话，底下的石头都能被阳光照耀，此景美不胜收。这边高度不一，游玩时要特别注意，别被划伤。划着船跟着导游经过树林，来到一处充满历史的岩石前，用我睿智的眼睛找壁画，或者说找图腾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找到啦，看不出来是什么东东。接着来到一处2战时期日军遗留下的水上侦察机遗落的螺旋桨和引擎，导游说这是天堂鸟，但我查应该是白尾热带鸟。到这边玩水的行程就结束啦。最后一晚的住宿，这间我非常推荐，如果你有来帛琉，请考虑这间，是一个独栋的双层小木屋，记得没错的话只有7栋，我这间是最高的那间，行李只会免费帮你来回运一次，冰箱里面有饮料巧克力，都是需要付费购买的，空间很宽敞，行李完全有位置。这个阳台是最棒的，可以从高处俯瞰帛琉的美景，被镀上一层金边的夕阳。晚餐选择这家餐厅，有一点泰式风格，味道还不错，50美。这个像春卷的虾子好吃。吃饱饭，餐厅把我载回小木屋，只再到大门，我还得爬山，大概走快10分钟才到。虽然累得要命，但看到这满天星河，瞬间被治愈，所以我才推荐这家住宿。早餐有几个选项，分量很够，搭配上这个风景，开始了我在帛琉的第5天。市区过去天使瀑布大概50分钟，要爬山，但是很值得。接下来参观了帛琉的总统府，了解到帛琉的历史，有些可以入内参观，值得体验。这个图案有一点点呆萌，这个地方要标注起来，因为接下来你会看到超级无敌漂亮的完美打卡地，就在州长办公室的对面，湛蓝的海，晴朗的天。妈呀，我嗝屁之后想埋在这儿。必吃的帛琉餐车汉堡，招牌牛肉和香烤鸡肉各一个，好好吃。在老爷酒店买伴手礼的时候，看见了大海龟。在海里时，我找你找得好苦啊。帛琉的房子5颜6色，好有朝气。参观一下帛琉传统男人会馆，了解传统文化与古老传说。门票一位15美金。喝咖啡、买纪念品的好去处。商场里卖的海盐口味冰淇淋。充满历史故事的 KB 大桥。1978年南韩建设，1996年倒塌，最后美军救援，日本重建。旁边有滑水道，可以直达海里。可惜我等要去机场，不然怎样都得玩一下。伴手礼推荐老爷酒店独家的酒。帛琉的入境章式宣誓很特别，按赞订阅来表达对这部影片的喜爱，然后留言区告诉我你最喜欢的部分。Zenobia's Life Show